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蝴蝶兰用玻璃瓶子种植已经有一阵子了，根长得非常的好。这一条气根也长得很长了，想把它塞进去吧，又非常的困难。由着它吧，又占地方，又一直都小心翼翼的，不要把它碰断。所以呢，今天想来想去，还是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杯子。这一条根粘着玻璃杯，还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，看来还需要泡一下水。泡一下水应该比较容易弄出来。泡了大概5分钟。尝试一下，其实这个时候用一个好像是信用卡的那些塑料的卡片一刮，应该就出来了。这个蝴蝶兰用这种方法种植应该有差不多2年了吧。这条根长得非常的长，从杯子又长到上面去了。这棵蝴蝶兰是用非常少量的水苔跟一些桃粒种植的，应该一开始是桃粒种植，后来根长得非常厉害了，就把那些桃粒倒出来，放了一点点的水苔，把烂的根修剪一下。其实烂根不多，就这一条上面干了，还有这一条应该是正常的老化。其他的根看上去还是很健康的。把下面这条根弄断了，断了也就算了，太长了，把它剪掉。这些根长成这个样子呢，换盆的时候也是比较困难，要找一个长一点的杯子把它重新种植。如果这个时候用短一点的盆子，根本就种不了，除非把这些根完全的剪掉。这一棵原来是一棵高芽，看一下这个是花梗。把根冲洗一下就可以重新种植了。找了一个平常喝奶茶的一个杯子，这个杯子的高度跟这棵蝴蝶兰的根非常的吻合。刚刚好的样子。平常喝奶茶、喝咖啡的杯子都留住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了呢。今天用的植料比较特别，可以说是万能植料，里面有树皮、椰壳、小石头、浮石跟鹿藻土，还有一个就是木炭。这个配方的比例大概就是60%是树皮，其他40%是椰壳、小石头、木炭之类的。为什么说这是万能的植料呢？因为用这个配方可以种植国兰、大花蕙兰、
石斛兰、卡特兰。今天我又来尝试种植蝴蝶兰了，估计应该问题不大的。那为什么我不用水苔，或者是我之前一直用的颗粒种植呢？因为这个杯子比较大，如果用水苔的话，水苔比较多，水苔多了就比较容易烂根。如果用我之前一直用的颗粒种植呢，也就是因为杯子太大，用的颗粒比较多，我担心它会造成烂根。所以呢，今天就尝试用这种万能植料来种植蝴蝶兰。跟种植国兰的方法一样，在种植之前，这些植料我是泡水，泡了大概有1天吧，然后沥干水分，再来种植。这种种植方法怎样给它浇水呢？我用的杯子是有洞的，在所有的植料差不多都完全干的时候，就给它泡盆或者是直接的浇水，浇透了再沥干水分就可以，也不需要泡盆泡很长时间。这个配方只适合我这里天气比较干燥的地方。如果您当地的气候环境比较湿润的话呢，那就需要做一个加减法了，多一些小石头或者是木炭，少一些树皮。施肥可以直接撒几粒均衡肥在表面上，或者是每一次浇水的时候用兰花的专用肥，也比较方便。这颗蝴蝶兰种植好之后呢，我会把它放一个外杯，这样呢就更加稳当了，多余的水分也会流到外杯去。用这么大量的树皮种植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。这是我第一次用树皮椰壳种植蝴蝶兰，我会继续分享它的进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